没意思，什么事都没意思，也不想告诉朋友们，让他们为我担心，他们肯定不会理解的。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还是睡不着，明天是不是又要挂科了？会不会被退学啊？爸妈肯定也会对我失望吧？怎么办？胸口好闷，感觉要呼吸不过来了。疫情怎么又来了？我本来想回家的，为什么总是回不了？为什么总是回不了？为什么总是回不了？总是回不了？总是回不了？当我们感冒时，免疫系统会发出警告；当我们开始打喷嚏时，就会自觉地多穿2件衣服。而心理上的问题则很难被意识到，即使察觉，也不一定能够自己解决，因为它们可能来自遗传，可能来自器质性病变，还可能来自社会关系的影响。当然，心理咨询师不能改写你的基因，也不能改变你的生活境况，那他们到底能做些什么呢？说起心理咨询师，我们可能会想起烹饪达人汉尼拔，或者催眠大师里医者不能自医的徐瑞宁。他们总是在影视作品里被塑造成夸张的形象，我们很难不质疑他们的可靠性。心理咨询师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其实躺椅、催眠、精神控制，大多数的刻板印象都来自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，和同时代的理性主义者们看法完全相反。弗洛伊德认为人的行为都是由潜意识决定的，而潜意识的状态来自发育过程中没有被满足的本能需求，比如小时候过早断奶会在你长大后有更高概率暴饮暴食。精神分析流派的咨询师会让你放松，坐上躺椅，用少量的话语引导你进行自由联想，然后用你零碎的梦和童年回忆追溯造成问题的根本来源。不过，真的只有过去才能决定现在吗？我们总是先评估一件事，产生相应的情绪之后，再决定是逃跑还是前进。当我们鼓起勇气去尝试新的行为时，你的大脑就会对同一件事产生不同的情绪。这便是另一个主流学派认知行为学派的理论。认知行为学派的咨询师会直接对你当下的困扰进行提问，挑战你默认为正确的想法，并且鼓励你改变应对方法，从而打破旧的循环。拿拖延症举例子，精神分析学派可能会说，虽然表面上你因为拖延而痛苦，但逃避挑战还是满足了潜意识的需求，这可能与你曾经的失败经历有关。而认知行为学派则会关注直接导致问题的想法，搞明白你到底是习惯性低估完成任务的时间，还是只想在状态最佳的时候才开始行动。流派当然不止这2个，事实上，现代的心理咨询师会根据你的情况做出选择，用一种甚至多种流派的方法来解开来访者的困扰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不就是和朋友聊天吗？只不过严肃一点。答案是是的，但也不全是。一方面，心理咨询的确跟聊天很像，但我们不愿意跟不会倾听的人分享自己的情感，也不喜欢陌生人对自己评头论足。所以，心理咨询师开展工作的前提就是和来访者建立信任关系。他们需要重视你所表达的一切，理解你的观点，对你的情绪表达共情。而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会关于来访者，也就是你。另一方面，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专业判断，咨询师并不能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朋友。他们在表达共情的同时，需要时刻审视共情的程度，关注情绪和观点背后的诱因，在合适的时机引导你跳出情绪的漩涡。虽然理论上咨询师应该和来访者保持安全的心理距离，但当来访者的故事过于生动曲折，或者与自身经历很像时，痛苦可能会蔓延到咨询师的内心，造成替代性创伤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，咨询师需要积极参加督导，去和更有经验的咨询师复盘，获得建议，或者干脆自己成为来访者，保证自己有一只脚在岸上。这样，在下次面对来访者的时候，心里才会腾出足够的空间，将注意力投入到你身上。虽然心理咨询总被简单粗暴地理解为聊天，还是有许多人在面对心理问题时，连跟咨询师聊一聊的勇气都没有。我们想对正在看这个视频的你说，当我们遇到难以逾越的阻碍时，
可以尝试自我调节，也可以寻求他人帮助，但一定不要失去改变自己的勇气与决心。就像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立者马斯洛所强调的那样，人拥有成长的潜力。我们不仅有过去，有现在，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——未来。